各位好，有另一件事促使我这次前往广州，那就是对我这个几乎走遍全球的人来说，大大出乎意料的是，开通近2年的时速160的地铁。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快的地铁，满满的科技感与未来感。它的设计很像复兴号高铁，这个速度我认为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火车了，所以我真的怀疑它是世界上最快的地铁。而票价跟其他地铁一样，在广州。为了体验它，这次我专门来到广州，试乘这个超高时速的地铁。从高铁站广州南站直接有这个时速160公里的地铁22号线到达番禺，从那里转地铁18号线，2条线都是时速160公里的地铁。但18号线的快车全程都是160，体验感觉非常棒。本期节目就是记录我从广州南站开始乘坐这超高速地铁，然后又回到原点的全过程，只花了2块钱。因为我是从起点坐，没有出站，最后呢又回到原点，地铁系统认为我没有坐过，于是呢只收了我2块钱的过闸费。我敢说，超过2年以上没有回过国的，或者是没有来过中国的人，对他们来说，或是对你们来说，这也是新的东西。我从德国回来，踏入车厢就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。德国的公共交通系统也是很发达的，但没有这种超级现代化的东西。很多德国城市的地铁或是有轨电车还是几十年前的车体，甚至大多数德国地铁可能连空调都没有。当然，这与德国的气候也有一定的关系。但是在很多硬件方面，我真的觉得中国确实做到了世界第一。我乘坐过以下国家和地区的地铁以及有轨电车，咱们今天只讲地铁，所以呢，我举例的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指地铁或者是有轨电车啊。比如说，我乘坐过美国纽约的、旧金山、洛杉矶以及华盛顿的地铁，还有巴西的里约、智利、阿根廷、亚洲的韩国、台湾、香港以及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。日本还没有去过啊。然后欧洲的我乘坐过伦敦的、法国巴黎的、意大利罗马、米兰、热那亚的、瑞士、奥地利、荷兰、比利时、希腊、匈牙利、西班牙的马德里及巴塞罗那等等等等。还有呢，非洲我也乘坐过地铁，那就是埃及的首都开罗。真的，中国的地铁从车站到列车本身都是最棒的。相对来说，美国的地铁比较差，特别是纽约的地铁，可以说是差上加差。从这方面来说，真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水平，而且价格还挺高。我们来看看吧，这是我2019年11月份疫情之前前往纽约旅游的时候拍的，是我自己拍的啊。可以说纽约的地铁里面古老、昏暗、肮脏，空气污浊，弥漫着毒品与尿骚味儿，真的一点都不夸张。好，我们回到广州这时速160公里的地铁，从高铁下来之后，你就找便捷换乘，按指示牌走，前面就是高铁、地铁，由此进入便捷换乘。我把我的手机2维码掏出来，看看过不过关。过了。我们现在还是在高铁站之内，但是呢是在候车厅。这时我们应该找22号线的地铁，根据指示牌的导引就可以了。这是广州南站的地铁的标志了，现在22号线大家看见了吗？沿着指示牌继续往前走，22号线，它是橙色的。你看它的标识其实非常的显眼，不会走错。但是我发现按感觉来说，我觉得从高铁站下车一直走到22号线可以乘车那里，我认为大概可能要1公里左右，大概走了15分钟。22号线继续往前，这指引真的，你只要注意看22号线，其他都不看就不会错。我发现因为现在用手机的人用2维码的越来越多，或是大部分都用，所以这种卖票机很少人去用了，一般来说都用手机，非常方便。你看这一 beep 就可以过去了。我记得多年前我坐广州或是坐中国大城市地铁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要等很久买票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手机2维码这付款支付车票。
在广东是这样啊，深圳和广州都用同一个 APP 的二维码乘车，所以非常方便。好，我又掏出我的二维码，但是这是乘广州地铁的，现在看看能不能过去，也是很快就过去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找22线啊，橙色的那个22线。为了证明是我，你看我就给大家看看，我是一直在往前走。22线对不对？所以只要你沿着走，肯定不会走错。现在拐一个弯儿，差不多到了22线，继续往前。等一下，下了这个电梯，很快就到。那是另外一个方向，广州火车南站。好，我们继续走几步，就到了。很多广告啊，我发现我们中国这火车站里面，还有地铁站里面，到处呢富丽堂皇的，锃亮的啊，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。所以，如果是其他国家人来到中国，觉得哎呀，你们中国的这车站什么之类，怎么那么豪华呢？那么干净啊！一比较才知道，中国这种基础设施真的是太牛了。好，时速160公里的地铁来了，你看看它是流线型的设计，非常的现代化，到处很干净。好，现在已经进入车厢了，你看看，跟广告片上面的一模一样。这颜色它的搭配也挺好的，很有美感。它的座位设计呀，还有它的灯光啊，还有标识啊，真的都比较现代化，非常的时尚。现在已经开始开车了，你看那两边的灯光，它的移动就知道了。下一站是本次列車嘅終點站長頭港，下一站係本次列車嘅終點站陳頭江。The next station is Chen Tou Gang, the terminal station of this train. Welcome to take Guangzhou Metro again. 我们再走几步往前吧。目前这个站人很少，因为是有点郊区了，所以人不多，而且它的时段呢不是上下班的高峰期，是不是这车厢要特别干净呢？而且我发现不光是这个车厢啊，全部中国轨道交通工具里面都非常干净，已经157了，158了，现在，等一下都160了。现在我是换成另外一趟了，到番禺方向。下一趟5分钟，快车啊！我是坐快车。好，现在我是转18号线了啊，转快车。18号线，18号线它是快车，可以说除了启动和制动之外，它的时速一般都是匀速的160。这趟18号线的开车方向是从番禺广场到万青沙，下一站是恒利。现在启动了啊！加速。下一站恒利，下一站橫瀝。The next station is Hongli. 请从列车前进方向的左门下车。残疾人乘客。现在100多了。路上留意好车身环境。现在161了啊，已经是最高速度了。它是保持这个速度的，160、161，有的时候159。反正都这速度。好，我们在时速160的时候呢，我们在车厢里面再走一走，看看。它是8节车厢，但是我没有完全走完，否则对大家来说太枯燥了。你看它那里显示快车，对吧？到了一个站，我出来了，因为呢我要往回走了，现在我就坐了一个站。往回走，又往番禺广场，恒利，对吧？我是等于是站台的对面，刚才下车就过这个站台来了。番禺广场方向，车来了。
可能我没上这趟车吧，下一趟，因为它还是比较密集的啊，对吧？你看，这是22号线，在番禺广场转18号线。从轨道交通图可以发现，广州南到番禺广场22号线，橙色22号线转蓝色18号线。我专门来拍18线，因为这里应该是世界最快的地铁，我觉得，是吧？160的。现在做的是最新的。哦，对啊，也是最快的吧？地铁没有听说过有160的，对吧？在别的地方。1小时停止上下车，上车後往車廂中部走。請勿越出站台安全線。燈閃靈亮時停止上落車，上車後往車廂中部走。好，这趟车来了，等一下就上去。车身是橙色的流线，因为这是22号线橙色。进入车厢，里面的设计啊什么跟蓝色的线一样，现在也是160，161。下站番禺广场，在番禺广场呢，就是站台对面就可以直接转22号线，还是160，161。现在这趟车的人更多了，你看，还是160，161，是匀速的啊。好，我们再往前走几步吧。我觉得全世界的国家人都差不多。现在智能手机之后，在公共交通工具之内或是公共场所，大部分人呢都是低头族了，看手机了。反正我去过的国家都一样，并不是有些公知所说的啊，你看人家德国、日本，他们不看手机，就是喜欢看书等等，这都是神话。德国也一样，其实，因为手机的吸引力确实要比书本的吸引力要高啊，对吧？还是160，161，对不对？已经走过几个车厢了，再往前走走看。也是低头族，对吧？偶尔有个别的没有低头，还是161，就是最高速度现在开的啊，硬营速度。其实它那个试车的时候开到了170多，最高161。再往前，看看。还是161的时速啊！下站番禺广场可以换22号线，对吧？等一下我就换22号线回广州南站，因为我要从广州南站坐车回老家。另外一个，我发现啊，中国非常的安全，在中国外出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不安全。另外一个。我觉得特别好的是，在中国这种，比如说地铁之内啊、火车站，它里面都有免费厕所，而且厕所非常干净，大部分人都非常干净。比如说这里，你看，就在这个地铁站内，就有一个厕所，公共厕所，不要钱的啊。在德国，可能现在上次火车站之内的公共厕所可能要1.5欧元了，也就是大概11块钱左右，在这里免费。车来了。这是蓝色的18号线，但是我是转那个橙色的22号线，所以不坐它。我就想给大家拍拍看，就是在站内有厕所，这在很多国家不可想象。反正在美国我也没有发现站内有厕所的，也许有啊，但是我没发现。可是呢，这里你看，这厕所又干净整洁，而且又是免费的，刚才说了。这应该还是18线吧，因为我在拍下地铁站内的景色，男女厕所都有，但是没有第3性的厕所。人走了之后，你看就没人了，只剩下我了。哦，我已经到广州南了，我忘了刚才已经在广州南了。Line 7.
station. Please follow the platform guide signs to transfer or exit from this station. If you need help, please contact our staff. 那等一下要出去了啊，从这里上电梯出去。这里有个可以拍照的网红打卡的地方，估计吧。我又掏出我的手机二维码扫一扫，看看过关了。从这里就又进广州南火车站的候车厅了啊。广州南火车站也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火车站之一吧，在中国什么都是非常的高大上，广州南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大。没有来过中国的人，特别是海外华人，真的无法想象广州南有多大。它就像一个机场，其实大型的机场啊。我进入之后，它大概一共有27、8个站台。其实它的组织就像机场的登机口一样，里面有座位，有空调，所以它的条件是挺好的。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，希望能对大家有一点点用啊。这就是我这次呢专门去广州体验时速160公里地铁的整个经过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中国内地啊日新月异，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，有那么快的地铁。现在这次我终于眼见为实了。希望呢你们有机会，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人有机会呢回祖国内地呢去看一看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期见。